在我们先前的节目中，我们介绍这个轰动性的发现。2025年7月，天文学家正式确认了一颗名为 Sun Atlas 的神秘天体，它是我们人类历史上记录到的第3颗来自太阳系之外的星际物体。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在我们这个星系土生土长的。而从那一刻开始，新的观测数据接连不断地揭示出，这颗天体不仅体积庞大、质量惊人，甚至远超此前记录的其他星际访客，这使得它迅速成为科学界关注的热点。围绕它的种种谜团也引发了天文学家之间一连串激烈而有趣的讨论。在今天这期节目中，我们就来详细看看，究竟是什么让 Sun Atlas 与众不同，为何它能被称为最特殊的星体之一，它如何变得更大了，新数据显示它异常巨大，以及它如何挑战我们长期以来对这些罕见宇宙访客的理解，甚至可能彻底改写我们关于星际天体的科学模型。这一切的起点是在2025年7月1日那天，位于智利的 Atlas 望远镜系统在夜空中捕捉到一个不同寻常的天体。它移动速度极快，轨迹也与一般彗星不一样，很快就引起了观测人员的注意。经过进一步跟踪观测，科学家们惊讶地发现，这颗天体沿着一条典型的双曲线轨道运行。这种轨道意味着它根本没有被太阳引力圈住，而是以一种一次性穿越的方式横扫太阳系，就像一个过路客。这只有一个解释，它并不是诞生于我们熟悉的太阳系，而是从遥远的星际空间穿越而来。也就是说，它是个真正的外来者，一个跨越宇宙空域的访客。因此，它成为继2017年的奥莫莫和2019年的鲍里索夫之后，人类历史上第3个被正式记录下来的星际天体，也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对星际物体不是个例，而是可能普遍存在的认知。有趣的是，这3颗星际访客外观各异，行为差异也很大，有的像雪地中的冰块，有的又像金属制的岩石。这种千差万别的特性也恰好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对这些外来天体其实知之甚少，几乎是一张白纸。最初的观测数据显示， Sun Atlas 的核心直径大约为 5.6 公里，想象一下，那相当于一整座城市的大小。这在彗星中属于体型庞然大物级别，单从尺寸上来看，它就已经把前任星际来客鲍里索夫甩在身后，成为目前为止我们见过的最大的一颗星际彗星。不过，真正令科学家们感到好奇和困惑的，并不仅仅是它的大块头，而是它在被太阳照射后产生的喷气运动，也就是彗星特有的那种喷射气体推动自身的现象。彗星并不是静止的太空冰球，而是极其活跃的天体，它们随着接近太阳，会发生一系列物理变化，像是在太空中活了过来一样。当阳光照在彗星表面，那些沉睡在冰层中的气体就会迅速升华成蒸汽，以喷流的形式从彗星表面喷出，就像无形的微型火箭引擎一样，对它本身施加推动力，使它在太空中偏离原本的轨道。这种喷气带来的加速度虽然不大，但足够被地面上的望远镜精确测量。它是一种非由天体引力造成的运动偏差，是理解彗星行为的关键物理参数之一。比如在2017年的奥莫莫身上，科学家们就发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它的非重力加速度出奇的强劲，远远超出了人们对这么一个小型天体的物理预期。这也为之后关于它是否是人造物体的争论埋下了伏笔。而相比之下，2019年发现的鲍里索夫彗星表现的就正常多了，它的运动方式符合我们熟悉的彗星物理模型，加速度数据与彗星在日照下的喷气行为基本吻合，没有太多异常。为了更全面了解 Sun Atlas 的行为，天文学家动员了全球范围的力量。在2025年5月到9月之间，全球共有227座天文台参与数据收集与观测。
这几乎是一次全球协作级别的太空追踪战役。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我们观察到了它有明显的喷气行为和尘埃释放迹象，喙发和尾巴都一清二楚，但它的轨道几乎没有出现应有的偏移，像是一艘不受扰动的太空航船，异常稳定地前进。具体来看，它的非重力偏差小到每平方天大约只有15米，这在天文学精度上是极其微弱的。考虑到它排放的气体量，这个数据反而让人摸不着头脑，就像喷气飞船却纹丝不动一样反常。这一现象只有一个合理解释：3ILS 的核心一定质量极大，极其沉重，重到足以让喷射出来的气体几乎无法改变它的运行轨迹，正如一艘巨轮不会被海浪轻易推动。通过详细建模喷气推力与观测到的加速度之间的关系，科学家们计算出这个庞然大物的质量至少在330亿吨以上。是的，你没听错，是亿吨级别，已经达到了中型小行星的重量级别。作为对比，鲍里索夫的质量要小几个数量级，奥莫莫更是小巫见大巫，几乎只是3ILS 的一小块碎片的重量而已。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它的非凡之处。当然，它还不及有史以来观测到最大的彗星伯纳迪内利·伯恩斯坦彗星那么巨大，但作为一颗从星际空间千里迢迢飞来的彗星来说，它的体积和质量已经远超我们的理论预期。这不禁让科学家开始反思，我们原本对星际访客的理解是否根本就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于是科学家们纷纷用上了异常 anomalous 这个词。在天文学里，这个词往往意味着某种突破认知的意外发现。这里的异常并不是说它不自然、不合理，而是说它不符合现有模型和理论的预测，就像一道考题的答案与你事先准备的所有公式全都不匹配。按照现有的星际天体分布模型，科学家普遍认为星际空间应该充满了在其他行星系统形成过程中被甩出来的小型残骸，像碎石、冰块、尘埃团，这些体积极小，难以探测，是宇宙的太空尘。而且从理论上说，这些小碎片的数量应该是压倒性的，占比远远超过像3ILS 这种千米级巨石。大块头天体反而应该是凤毛麟角。所以如果我们的模型是对的，我们最先发现的星际访客应该是那些微型访客，体积小、质量轻的碎片，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来就碰上个5公里宽的庞然巨物。但事实却完全相反，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探测到的3颗星际天体没有一颗是小个子，而其中的3ILS不仅直径超过5公里，更是目前为止最重、最密实的一位星际重访客。这就引出了一个让人挠头的问题：我们怎么会一开始就撞大运，连续发现3颗大块头，却对数量应远远更多的小碎片毫无察觉？这种概率上的不协调本身就是当前天文学最令人困惑的谜团之一。由于3ILS 的体积远超我们常见的太阳系彗星，它的化学成分和光学特征也明显不同，就像是外地来的亲戚，带着一套我们从没见过的基因组合和外貌特征，在望远镜下显得格外与众不同。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高灵敏观测进一步揭示了它的秘密。3ILS 彗星中二氧化碳的含量非常高，相对于水的比例远超其他彗星，甚至1度机深。二氧化碳最丰富的彗星榜单前列。这种化学配比在我们熟悉的太阳系彗星中极为罕见。更令人惊讶的是，紫外线望远镜的观测证实，即使它还远在离太阳非常遥远的轨道上时，3ILS 就已经开始排放水蒸气了。这意味着它的核心活跃度极高，可能含有某种我们还未完全理解的超低温下也能升华的物质。科学家还通过光偏振技术研究了阳光如何在这颗彗星的尘埃中散射，这是一种精细分析天体颗粒结构的方法。结果发现，它
它的散射模式与我们在典型彗星或小行星中所见的完全不同，出现了独特的偏振特征，暗示这些尘埃可能具有不同寻常的形状或构造。换句话说，3I-Atlas 上的尘埃结构可能与我们熟悉的太阳系物质截然不同。这种差异很可能反映出它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恒星系统中形成，那里拥有和我们太阳系不一样的温度、压力、化学条件。有趣的是，一些初期的光谱数据显示，这颗彗星中存在的镍元素中几乎没有铁的踪迹。这是极其反常的，因为在自然宇宙环境中，镍和铁往往像孪生兄弟一样共同出现，它们一同在恒星爆炸中生成，一起沉淀在天体中。当然，目前科学家们还在进一步验证这种无铁镍现象是否是真实的天体特征，还是由于观测设备、光谱误差等因素造成的测量伪影。但即便是个疑点，也足以引发强烈关注。总的来说，从体积、轨道、加速度到化学成分，3I-Atlas 展现出一系列超出常规的属性。它不仅体型庞大，而且在物质构成上也是个异类，就像是宇宙中的一位远道而来的神秘使者，携带着不同星系的信息。这种种特异的表现也在科学界引发了连锁式的猜测与争议，关于它的起源、成分，甚至是否真的是纯天然的星际天体，都成为天文学家热烈探讨的话题。哈佛大学知名天体物理学家阿维勒布更是大胆提出，如果我们观测到的质量、成分这些异常现象都能被证实，那光靠自然的解释可能还不够，也许我们还要准备接受一些非传统的可能性。与之相对的是 NASA 的科学家汤姆斯·塔特勒的观点，他则保持谨慎。他说，从目前看到的行为来看，它确实像一颗典型的彗星，意思是还不需要太快跳出自然解释的框架。不过摆在面前的种种数据还是让许多天文学家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是不是低估了星际物体的体积和质量？难道宇宙中真的存在大量这样的重磅级来客？还是说，那些体积较小的星际碎片其实也在路上，只是它们太小、太暗，还在我们的观测盲区里默默前行？尽管关于它到底来自哪里、由什么构成的争论还在持续升温，但 3I-Atlas 目前仍处于活跃阶段，是一个正在直播的宇宙事件，每一天都有可能传来新的发现。随着它逐渐接近太阳，我们也即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观察机会，看看这样一颗体积庞大的星际彗星，在太阳活动最旺盛的时刻，会不会表现出更加剧烈的喷发、碎裂，或其他我们前所未见的现象。而事实上，事情的发展可能已经进入了关键阶段，一个影响深远的天文事件很可能就在不久前悄然发生了。根据2025年9月下旬的太空天气预报，一场来自太阳的日冕物质抛射很有可能与 3I-Atlas 彗星迎头相撞。这种撞击就像是太阳向宇宙发射的一波高能风暴，正面打在了星际来客的脸上。如果这种撞击真的发生了，我们有望在望远镜中观测到彗星尾巴的剧烈扰动，甚至可能重演2007年恩克彗星的那一幕。当年它的离子尾巴被日冕物质活生生打断，就像一阵太阳风暴吹断了太空中的丝带一样。虽然这样的扰动可能只是短暂现象，但它的科研价值巨大，因为从未有一颗星际彗星经历过类似的太阳洗礼。这将是人类第一次亲眼见证太阳风暴如何与一个来自银河深处的天体直接互动。放眼未来，下一步的精彩来自火星轨道。搭载在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上的 HiRISE 高分辨率相机，计划在2025年10月3日对 3I-Atlas 进行一次近距离高清抓拍，这将可能带来迄今为止最清晰的图像资料。不过，稍感遗憾的是，就在那之后，彗星将进入所谓的太阳合相，也就是说，从地球的角度看，
它将藏身于耀眼的太阳背后，暂时无法被地面望远镜观测到。但不用担心，这只是短暂失联。到了12月，它将重新从太阳背后转场回归，而那时正是它会发和尾巴最活跃的阶段，为科学家提供一次绝佳的观测窗口，研究它在高热环境下的动态变化。除了眼前这些精彩片段，科学家们更关注的是对它的长期跟踪监测，因为很多重要线索往往隐藏在时间轴上的缓慢变化中。而在不久的将来，一位新兵的加入可能会改变整个局势，那就是即将全面运行的维拉鲁宾天文台。它被誉为星空扫描的革命性工具。这座超级望远镜刚一开始运转，在前几个小时内就识别并记录了数千颗此前未被发现的小行星，其数据处理与天空扫描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未来几年内，随着它持续不断地扫描整个南半球夜空，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将大大提高我们发现星际物体的频率，帮我们找到更多像 Sun Atlas 这样的星际访客。一旦我们积累了更多星际物体的观测样本，科学家就可以判断 Sun Atlas 究竟是一个罕见的天外孤儿，还是代表着一个庞大而尚未被我们发现的星际重物体群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仅关系到一个彗星本身，它的科学意义可能深刻影响我们对整个银河系物质分布和行星形成机制的理解。如果事实证明，像 Sun Atlas 这样的大体积星际天体其实非常普遍，那就意味着其他恒星系统在形成行星的过程中更容易产生，也更频繁喷射出这种巨型天体。我们过去的星际物质迁移模型也必须做出调整。但如果这种星际巨型彗星实属罕见，那么我们连续碰巧发现几颗，就有可能说明我们在观测上存在某种系统性偏差，或者我们对星际碎片如何在星系中运动、传播的理解还有巨大盲区。值得注意的是， Sun Atlas 是一次性访客，它走的是双曲轨道，永远不会再回来。所以这段时间是我们唯一的窗口，去研究它的形成机制、物质构成，以及星际彗星如何在太阳系中运行和反应。作为仅有的第3位跨星际访客， Sun Atlas 不只是个天文数据，更是一个谜团。它的巨大体量、奇异成分和反常行为，让它成了天文学领域中无法忽视的焦点角色。在它逐步靠近太阳的这段时间，全球天文学家都在全神贯注地追踪它的一举一动，而作为公众的我们，也该跟上这个令人兴奋的故事，因为这是宇宙把谜底主动送到我们眼前的一次机会。